大家好，我是 ANG 的大杰。最近呢，常常有许多的玩家在问我，到底所谓的抗衡套件是什么东西？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借由这支影片，稍微做一个简短的说明，让大家能够有基本的概念。这是一把已经更换过 ANG 抗衡套件的 W-SCAR LGBB。我们先将它大部分解。首先介绍的是套件中的后坐力套件，它安装在枪机后面的这边副镜环上面。那这个零件呢，最主要的功能，除了当你的枪机往后会撞击到这个弹簧，增加反弹回去的力量，以增强后坐力之外，它有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当你的枪机飞到后面的时候，它能够缩短枪机往复的行程。我们先把枪机拆卸下来。刚刚说的缩短行程，它的相关位置在这里。当你的枪机往后，如果过多的时候，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击锤的滚轮会干涉到枪机腹部，而造成枪机这个地方的磨损。再来是套件中的抗寒击锤弹簧，它就是装在这个火控组，控制击锤敲打的力量。那抗衡击锤簧的弹力大约是原厂的1半左右，这会使得击锤敲下去的力道变软，但是相对枪机要将击锤往后压到后面的位置，相对变得容易许多。一方面也减少滚轮以及原厂枪机所承受的负担。再来套件里的第3个零件就是这个弹夹气阀。由于我们已经将原厂的击锤簧换成只剩1/2的击锤力量，所以导致在原厂的弹夹气阀它并没有办法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效被开启，所以我们更换上高效能气阀，它的最大功能是很容易被开启，就像这样子。所以抗寒击锤簧跟高效能气阀其实是一个配套。当我只剩下50%弹力的时候，借由容易开启的高效能气阀，让我一样在末端能够得到跟原厂一样的出气量。再来是套件中的第4样，抗寒飞镖，它是安装在原厂飞机里面这个位置。那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当你的气体从这个洞口进入枪机之后，透过这个抗寒飞镖去做一个前面跟后面的分流。另外，我想补充一下有关于枪机后定这件事情。那大多数的玩家呢，对这个后定的改善方法，大多是取向于将枪机换成较硬的材质，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网球拍，去减少它的一个空隙。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呢，有时候后定失效的问题，并不见得在枪机或者是网球拍身上。有时候呢，无法后定，往往是来自于原厂的上弹弹簧它疲乏了，所以导致这个后定装置它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马上被往上顶，而错失了后定的机会。再来呢，原厂的弹簧一开始设定就比较偏软，所以即便是后定装置定位了，它也容易被枪机往下压，造成后定失效。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推出了所谓的弹夹的强力附近滑，来改善这个问题。换上去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后定机构它的回弹力变强劲了，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少一部分后定失效的原因。那这个弹簧更换的方式很简单，只要将原厂弹夹这几颗螺丝转下来，将弹簧取出，再装上强力弹簧锁回去就可以了。常常听到有许多网友说，这把 W 的 Sky LGBB 在冬天天气冷的时候，气化表现是较差。那今天室内的温度大约是17度，刚好我们可以来做这个测试。我们先做30发的单发测试，在打之前弹夹的温度。我们现在测试30发连发，打之前弹夹的温度18.8。再来，我们做低温测试，看看在多冷的温度情况下，枪机无法后定。目前弹夹温度是由于刚刚测试到-2度的时候，
我感觉到我的弹夹出气橡皮已经快要破损，所以我停止了再往下做测试，请各位见谅。但是大家刚刚可以发现，即便是在负2度的时候，依然枪机能够后定。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抗寒套件主要是让你的枪本身弹夹的温度能够不要降得这么的快，而并非换上去之后就能够防止所谓的零件的冻伤或损坏。所以最好的使用方法，除了换上抗寒套件之外，最主要就是能够尽量保持弹夹温度的回稳，这样子所有的零件部位才不会容易受损或破裂。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收看。